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矛盾升级，杨幂新剧拿奖，赵丽颖却颗粒无收，85花纷争持续还能争10年。2025年10月的中国广电视厅精品之夜，杨幂捧着声万物的年度推荐作品奖杯，台下没有闪光灯轰炸，却让85花的竞争格局彻底翻盘。而另一边，刚拿下视后大满贯的赵丽颖，在电影圈连扑3部作品，评奖期内0提名0奖项，被网友调侃视后光环保质期不到1年。更扎心的是，杨幂这部剧豆瓣评分8.1，收视率破4.35，而赵丽颖主演的电影豆瓣最低仅5.3，票房惨到资方连夜修改保底协议。时尚圈的风光终究是泡沫，奖项才是硬通货，这条内娱生存法则，85花们走了15年才看懂。杨幂在声万物里彻底撕掉了古偶女王标签。她素颜出演农村妇女宁秀秀，镜头里她扛锄头说方言，手上全是皴裂的细节特写。这种自毁式表演让她成功甩掉爱演技的骂名。有观众评价，她终于不再演仙女，而是演活了土地里长出来的人。这部剧的成功并非偶然，原著小说入围过茅盾文学奖，导演刘嘉诚曾打造情满四合院，编剧团队更是国家广电总局重点项目班底。但争议也随之而来，部分观众吐槽杨幂五官太精致，不像农妇，甚至质疑奖项含金量，认为年代剧吃政策红利，艺术创新不足。赵丽颖的困境暴露了85花转型的集体焦虑。她凭借《风吹半夏》封后时，一度被认定85花 Top 之争终结，但转战电影圈后接连遭遇滑铁卢。3部作品中，《向阳花》票房未过亿，第20条2被批狗尾续貂在人间，因晦涩设定评分仅5.3。电影奖项的门槛远比电视剧更高，金鸡奖、百花奖连续2届未给他提名。有评委私下透露，电视奖看国民度，电影奖更看重表演厚度，他还没跨过这条线。为挽回颓势，赵丽颖紧急回归电视剧《造成者》，搭档黄晓明出演主旋律题材。杀青时她当场落泪，直言像找回救命稻草。杨幂和赵丽颖的拉锯战折射出整个85花群体的尴尬。刘亦菲深耕好莱坞，但国内奖项挂零；倪妮在文艺片与商业片间摇摆；唐嫣凭《繁花》翻身后突然扮神隐，专注家庭和投资。而新崛起的86花辛芷蕾，凭威尼斯影后头衔直接断层超车，香奈儿、迪奥抢着签约，风头碾压杨幂的4手高定争议。业内人士一针见血，85花吃尽了流量红利，但奖项簿上全是空白。舒淇、陈坤的电影都能撤档，说明名气在票房面前不堪一击。85花的挣扎背后，是市场对流量明星的彻底反噬。杨幂的《声万物》和赵丽颖的《造成者》不约而同选择农村加改革题材，这正是嗅到了政策风向，主旋律正剧更容易拿奖。但转型代价巨大，杨幂为角色增重，学农活；赵丽颖在第20条中演聋哑人练手语到手腕受伤，这种狠劲曾被张艺谋夸赞脱胎换骨。然而，观众是否买账仍是未知数。有制片人坦言，资方用85花是为保底，而非赌爆款。他们片酬最高，但演技风险也最大。当杨幂和赵丽颖在奖项与流量的天平上摇摆，另一个问题浮出水面：85花争了10年 ，Top 到底在争什么？是红毯 C 位、奢侈代言，还是真正能让观众记住的角色？辛芷蕾用一座国际奖杯破局，唐嫣用佛系策略稳坐国民度擂台，而杨幂和赵丽颖的赛道从电视剧卷到电影，再从电影杀回电视剧。
有人说这是内娱中年女演员的突围，也有人嘲讽流量花期过后只剩一地鸡毛。但不可否认，当娱乐圈的规则从谁更红变成谁更稳，85花的战争其实才刚刚烧到最前线。毕竟海清能凭引入尘烟封神，咏梅靠地久天长横扫奖项，他们的路85花为什么不能复制？2. 打脸半个娱乐圈，无背景非科班的赵丽颖凭什么成了资本本身？农家女顶流女王资本大佬，她手握逆天改命的剧本太燃了，开局一把烂牌，她偏要打出王炸。没有北电中戏的科班光环，没有资本力捧的背景，甚至被导演嘲讽包子脸支配演丫鬟当年的赵丽颖，仿佛是娱乐圈最不起眼的背景板。在别的明星靠绯闻炒作时，她默默蹲在横店片场，7年龙套生涯里演遍了丫鬟、妹妹、路人甲，连台词都只有一句“小姐，请喝茶”。双引号。但她的狠劲儿就藏在细节里，为了一句台词反复默到深夜，对着镜子练哭戏练到眼睛红肿，甚至主动要求吊威亚摔得满身淤青。她说，戏可以少，但每一帧都不能敷衍。双引号。逆袭名场面，她用演技撕碎了娱乐圈的偏见。2013年陆贞传奇一鸣惊人。当所有人说圆脸演不了大女主时，赵丽颖用陆贞这个角色狠狠打脸，灵动倔强的眼神，细腻的成长线，让她从籍籍无名直接飙升至收视女王。2015年花千骨封神之作，从天真小骨到妖神降世，黑化不用烟熏妆，一个眼神让观众脊背发凉。这部剧狂揽多项大奖，成为仙侠剧天花板。知否里他更是脱胎换骨，明明可以靠流量，偏要用明兰的隐忍智慧斩获白玉兰提名。网友狂赞他演活了古代女子的清醒与谋略。双引号。拼命三娘的底色，离婚争议，他只会越挫越勇。感情生变时，黑粉等着他崩溃卖惨，他却直接扎根剧组，365天连轴转拍戏。被嘲土气不够时尚，他默默用高定礼服和品牌代言刷新形象。甚至当85花还在古偶打转时，他早已凭风吹半夏的暴脾气的女老板，幸福到万家的倔强村姑成功转型。更绝的是，他直接成立个人工作室，从被挑选的演员晋级为掌握资本的老板，一手捧新人，一手挑剧本，真正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。赵丽颖是哲学，普通人逆袭的终极答案。别低头，王冠会掉。面对质疑，她用作品砌成台阶，一步步走上顶流王座。把玻璃心练成不锈钢，龙套7年没怨言，离婚后不卖惨，她的韧性比演技更惊艳。自己造饼才是真女王，当演员、做老板、扛收视，她活成了大女主本身。赵丽颖的逆袭从来不是爽文编剧的幻想，而是一个普通女孩用17年硬生生劈开的出路。没有金手指，只有眼里的火，骨子里的倔。正如她所说，这个世界上的奇迹不过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。关注我，解锁更多逆袭正能量。